在内外因素的交叠之下呀，以色列现在出现了动荡，有的评论甚至说呀，以色列都有可能爆发内战。我们中国促成了在中东地区的和平，那么以色列会和中国反目为仇吗？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其实以色列的局势一直就不太好。过去2个多月以色列国内有各种各样的示威事件、抗议事件，甚至有传说就是连以色列的预备役部队和部队的一些人员都参与了这个反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各种活动。以色列的国土报就报道说，这个在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中最多的时候大概有50万人上街来抗议政府，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且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你就比如说不久前这些示威者们他们就围困了这个特拉菲夫的这个本古利安这个国际机场，而且呢还试图去阻断这个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他们这么一弄，搞得这个内塔尼亚胡想要出访意大利这件事儿都给搞黄了嘛。而且有人就还说呢，说这个在反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这个各种抗议活动之中这个军队的一部分人员，包括这个预备役的人员呢，也参与这个其中。那欧洲的有一些评论更是夸张了，说这以色列闹不好都会这个爆发内战当然我认为这个话说的是言过其实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以色列内部的局势确实是很不稳。以色列著名的反对派的这个领导人亚伊尔拉皮德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中国、沙特、伊朗促成这个中东地区会谈的这个结果，以及沙伊之间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和好了这件事呢，是对以色列来说那是历史上最大的危机。这给人的感觉好像这以色列的内部的动荡和咱们有关系，其实说到根子上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我都说了吧，以色列这边的内乱已经有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10来个星期了，咱们这个是最近刚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个你要说往后面来讲，这确实也是一种外部的变化，会引发以色列内部的一些变化。其实以色列这一次出现这么大的内乱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它内部的原因，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他要搞一个这个司法改革这改革里边它有几点这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政府更加加强对这个司法的控制，限制这个最高法院的一些权利第二一点呢，司法改革通过司法的这个层面呢，来限制以色列内部的一些势力以及以色列地方势力的一些权利和能量。同时呢，以色列的内部的经济情况还有民生情况现在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经济层面一些问题，所以这几个问题叠加到一起，特别是内塔尼亚胡是比较强硬的一个人嘛，他推行这一套其实是加大他自己这个当政者这个权利，这一下就把以色列内部各阶层就给惹翻了。所以说到底这个事儿呢，和我们中国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而且呢，和我们促成中东地区，特别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和解也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关系。当然你说以色列也是个中东的重要国家是美国折腾中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如果是沙伊他们之间达成和解，并且这个事情能够真的落实到实处的话，那当然对以色列有影响了。可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呢，我们跟以色列的关系是2国之间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关系，和这个中东其他国家之间这个其实关联度不大。中东地区的外部变化呢，比如说能够逐渐走向和解之后，其实对以色列来说那是利弊参半的一个事情。以色列也会要重新调整他在中东的处理这些和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同时他也会调整和美国的一些关系，因为美国在这个地方的影响力很明显的在逐渐减弱，以色列会考虑好这个问题。从长远上来看，只要我们本着尊重人家国家的主权，不去干涉人家内政，能够促成地区大家坐下来和谈，奔着这个宗旨这个原则往下走的话，我想我们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不会受到实质性的伤害。